好，接下来在俄乌战争，我们今天要来关心到的是，川普已经对这个乌克兰下了最后通牒了。今天会来关心他，希望能够换掉泽伦斯基，并且逼他在逼他选举前有一个大限。那么在实际的战场，我们今天也会来关心到的是，俄军已经山城压境了，3个地方的城市一起做压境。另外，看到俄罗斯的苏57战略调动的目的是什么？今天我们都会一起来做关心。好，3个火线话题，今天我们请来宾来特别帮我们做解答是，川普他限期乌克兰必须要在5月15号之前完成自己国内的大选，他现在是在逼泽伦斯基下台吗？川普是不是其实想要换一个比泽伦斯基更好谈判的一个人呢？第二件事情，我们来看，现在呢，其实乌克兰内部自己做了一个民调，最新显示40%的乌克兰人他们是愿意割让顿巴斯的。那么泽伦斯基却是坚持说，现在他的土地绝对都不会让出去。他现在是为了谈和平，还是为了国家，还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总统位置呢？最后，我们今天也会来关心到的是，俄军他现在很有可能很快就会拿下了乌东的一个关键据点。美国现在也逼他说，赶快结束这场战争。那么这场战争最后会怎么做收场？尤其今年这个2026年最新的一年，有没有可能这场战争在今年画下句点？今天我们都会一起来做关心。我们要赶快来看到，其实俄乌战争到这个时候，2月24号就要满4周年了，风向彻底的变了吗？泽伦斯基自己说的，可能在战争满4年的这一天，他会做2件事情。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刚刚特别提到的，会举行这个总统大选。第二件事情，他还说了要绑定和平协议的公投。大家就在看说，离2月24号这么近，为什么他这个时候这么急呢？那当然了，大家就在解读，就是因为美国现在川普现在针对于基辅已经给他极限的施压。川普是这样说的，要这个乌克兰赶快完成这2项的要求，否则美方提供对乌克兰的保障可能就会因此生变了哦。那么泽伦斯基他也在这个时候酸了一句话。他说呢，美国总统对于美国人而言，期中选举对他来说才是最重要的吧？因为川普政府希望俄乌战争能够在6月前结束，也就是在美国自己的期中选举前结束。泽伦斯基认为川普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我们也来稍微看一下泽伦斯基在这几年的政治路途，原本是非常风光的。2019年上任之后被视为是战争英雄，但是在2025年的时候爆发自己内部的贪腐丑闻。2026年的时候民调落后他的前军事总司令，可以说这个现在可以说是一败涂地了。所以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委员怎么看川普压的5月15号之前完成大选，代表他已经受够泽伦斯基，希望把他逐出去吗？他是不是想要换一个更好来跟他谈判的人？那么泽伦斯基这时候用公投绑大选，能救他自己的选情吗？委员怎么看？川普本来就不喜欢泽伦斯基，一直觉得泽伦斯基啊就是拜登的人马，但是因为欧洲以及乌克兰内部的形势，根本很难换掉泽伦斯基，因为对乌克兰来讲，泽伦斯基现在是可以欧洲要得到钱的人。那要到钱跟补助，这个对于乌克兰是很重要，所以乌克兰的各种派系啊，即使对他再不满，也不敢换他。但在这种僵持的底下，泽伦斯基当然会知道啊。可是这个决定他命运其实不是川普啊，是普丁。为什么是普丁呢？因为现在乌克兰是-5度，而且那个地方这个雪还没有融化，所以整个作战状况很不理想。因为他们2位都练过军校，知道-5度的冻土城，这个战争怎么打，都是泥巴对可是很快啊，马上就3月啦，大概到3月10号以后，乌克兰天气就完全进入春天了春天当然会有一个什么泥泞季节，然后大概到3月底的时候，泽伦斯基会那个普丁会发动总攻击啊，那个时候你乌克兰还能剩下什么呢？虽然现在表面上说，哎呀，这个顿内茨克还有20%的土地这个还在乌克兰掌控，其实那是虚的。为什么？因为他总共只有3个堡垒而已，他打的是这3个堡垒，这3个打完了就没有啦，后面的土地根本就没有防守的空间，就只剩下3个堡垒。而这个3堡垒预计在今年5月以前会被打下来，天气变好，俄罗斯的发动攻击就可以拿下来最主要原因是因为你也没有任何补给可以给这3个堡垒的人嘛。
这是一个无比现实，一个军队没有补给能够打仗，那只能撤退，不撤退就会全部被投降或者阵亡。泽连斯基知不知道？当然也知道啊，大家都明眼人啊。可是为什么他撑着？因为他现在随时没有一个安排好后路的任何一个下台，对他来讲就高度危险啦。因为你如果没有一个保护伞的话，他第一个可能被乌克兰右派给干掉了，第二个可能被普丁给干掉了。所以他为了保障他自己生命的安全，他必须要去。美国总统要给他一个铁铮铮的保障，因为现在马克龙也好，那个梅尔兹都不可能给他这种保障，欧洲没有人敢给他这种保障，只剩下美国啊，但是川普又不肯给他这样的一个保证。那现在所谓的民调落后什么扎卢兹尼3%，那是假的，输得很惨。为什么？因为这个民调是在乌克兰做的。真正在选总统投票，隔壁波兰里面的乌克兰难民全部都会回去投票，800万。请问你这些会投给谁？那是很清楚的事情。所以这是一面倒的选举。泽连斯基知不知道？也知道。所以就是卡在这边，他一定要到他认为足够的保障。那就看世界各国谁能够提供了哈。这个至于其他什么领土啦、总统位置啊。他很聪明，他不会现在还在想他的总统位置，想他的老命比较实际啊。因为你知道他们这些斯拉夫的传统上面对政治人物都非常残酷。你看米洛塞维奇、塞尔维亚了，总统一下来，上任风光，下任就很惨。还有以前那个华沙集团那几个，下来不是被枪毙就是被吊死，不然就是被打死，几乎没有几个好活的下场。不只是入监狱而已他根本就是直接被夺命。这个似乎是在这个斯拉夫地区里面一种政治上的文化，就是说我要有个怪罪的对象，我要有一个替罪的羔羊。那你说乌克兰谁最适合？就是他，就是他。所以，泽连斯基在2022年2月24号开战的时候，我说泽连斯基把喜剧演成悲剧，当时很多人都在骂我，就现在比悲剧还惨。对，好，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泽伦斯基一方面他在等待川普能不能给他政治上面的安全承诺的保障，那另外一方面，其实呢，他对外的口径其实还是非常的强硬的，尤其是针对领土问题，他还是坚持就是说寸步不让。然后还甚至喊说呢，他愿意在下周跟俄罗斯展开新一轮的一个和平谈判，嘴巴是这样说，但是我们看到乌克兰确实现在内部的民调也有显示，2022年的时候，80%的乌克兰人他们说他们不愿意割让土地给俄罗斯，但是我们看到今年只剩下40%的人，他们是说他们愿意放弃顿巴斯换取安全保障。赖老师怎么看？我觉得泽连斯基谈判的空间很小了那他的处境是越来越艰难了。5月份要改选了，这个是川普所定的日子，不是泽连斯基要定的日子是川普就告诉你就是这个时间。对。那泽连斯基能不能连任？泽连斯基当然想寻求连任，如果他能连任的话，他的位置还有得保。但是如果他不能连任的话那基本上他会被清算因为他的周边的亲信都涉及严重的贪腐。怎么可能周边亲信都涉及严重贪腐？这个老板完全没有贪腐，或是一无所知，这个迟早会被清算。那很有可能会是政治的协商的一个结果，就是说让泽连斯基到美国去安养元年然后呢就把这个地方就让给俄罗斯了，这是有可能发生的一些事情。所以以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已经不是由泽连斯基能够负责了，除非欧盟硬挺泽连斯基，欧盟跟美国人对干。可是问题就在于欧盟的军队力量跟他的国防工业的生产能力，他根本无能力跟俄罗斯交战。唯一能跟俄罗斯交战的，或是提供给这个主要的武器装备的，只有美国，而不是欧盟。欧盟它基本上的弹药库，它基本上重要的战略武器都是见底了。他们原本就没有大量的储存。原本他们就是都依赖美国，那请问一下，欧盟就一张嘴，钱也拿不出来，然后武器也拿不出来，弹药也拿不出来，那你想，欧盟只有道德，只有嘴，
只有群众，但是什么都没有，也不敢介入。那因此呢，我个人认为，以泽连斯基来说的话，他的土地割让是必定会发生的事。可是土地割让要经过公投，那因此呢，这次大选绑公投，其实就是要处理土地割让的问题。而泽连斯基我看起来大概是下台定的。然后最终的目的就是美国给他一个匹夫，逃到美国去。不然的话，他如果留在这个乌克兰的话，我想他的下场也不见得会很好。好，这个是我们观察在今年2026，或者是这个我们可以看到，接下来泽伦斯基他在这接下来的时间，可能会未来的一个走向，他可能会去美国受庇护吗？这个我们会持续的做观察。那另外就是在第一线战场，现在确实对于乌克兰来说，真的也就是很不利哦。现在看起来是有重要的3个战略要地，很怕就是一旦被确定拿下来的话，那乌克兰可以说就是已经完全彻底的输了。纽约时报特别点出了这3个地点，我们看到 CG 哦，包括在扎波罗热的这个叫做胡里艾伯勒，还有乌东顿内茨克州的这个波克罗夫斯克跟米尔诺格勒，俄军可能逐步来夺下。那目前俄罗斯已经控制顿州大约75%的土地了。在这个时候，俄罗斯它有动作了，第5代战机苏57大规模往远东的制造基地区前进。厉将军怎么看？我先介绍一下波克罗夫斯克，就是我们之前经常在讨论的红军村。那时候我们都知道红军村战役打了1年多，非常的重要。那这个米尔诺格勒在哪里？它就在红军村旁边哈。这2个城市相距不到大概就10公里左右，可以说是一个双子城。那就军事角度来看的话，这2者互为犄角，相互掩护。那这2个地方对这个整个顿巴斯战线有多重要呢？第一个，我们都晓得它是一个交通的枢纽地区；第二个，它是10万人级别的一个城市。那部队在这边哈，可以因为有城市有这个建筑物可以提供部队很好的休养以及后勤补给、物资的囤储囤放。那如果说是要进攻的话，它可以沿着好几条的公路以及铁路继续向乌东地区来做进攻发展。那大家可能会讶异，这个城市不是已经打下了好几个月了吗？怎么到现在为止所有战况没有看到这个如我们所说的一马平川，在这边这个俄军在这边发动攻势？我跟各位讲，就是因为这个城市太大了，到目前为止俄军还在这个地方做清扫战场的动作，等到他清扫战场完以后，我认为他就会发动攻势。那胡里艾伯勒是在南边的扎波罗热这个区那如果这个区也是一样，它也是一个重要级别的据点地区。那这个城市将来如果说发动攻势，所要夺取的可能就是这个敖德萨我会朝那边来发动攻势。当然，我们经常会讲一句话。在战场上面，你得到的，你一定会在谈判桌上面要求，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川普在这时候逼着泽伦斯基要在今年5月份以前接受所谓的和平协议的公投，然后逼着要做总统大选，因为川普已经看出来这场仗硬撑不下去了，再打下去只有丧失更多的国土。那美国对于这场仗，他也不想再投入过多的这些，因为这个打不赢的仗，你丢下再多的钱，跟打水漂一样。倒是欧洲来讲，目前听说通过一个法案，因为美国不给钱嘛，那欧洲很紧张。如果说是乌克兰投降的话，那第一个要面对这个俄罗斯的可能就是欧洲这些国家，所以他们最近凑了所谓的900万欧元将近1000万的美金那提供给乌克兰。可是我觉得这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那我认为说是刚刚2位老师所讲的都非常正确，大家不要认为这场公投下去，或者是总统改选，泽伦斯基的下场会非常的悲惨。我们用一句俗话讲，他会被乌克兰民众吊路灯。为什么？不要忘了这个乌克兰有一个很极右派的武装部队，叫做亚速营。亚速营是很极端右派的，他们也是很勇敢善战的。那就他们来讲的话，我已经打那么多4年的仗，我牺牲了那么多人，结果你这个总统，你居然就签了割让领土的协约，对这些极右派的军人、武装团体来讲，他们是绝对不会接受的。所以说，泽伦斯基的下场，我认为会非常的下场，非常的悲惨。如果他签了这些条约之后，对他会非常的悲惨。
但是川普不管你这些哈，川普认为说你这场仗你打不赢，你泽伦斯基自己的死活，你要自己负责。好，谢谢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